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大舅。那我在我的频道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主题，就是跟大家分享如何有一个广阔的这样一个人脉关系。我曾经讲过，比如说，如何非常有效的向别人寻求帮助，也有怎么样如何有效的扩展自己的这个人脉圈。那就有同学问我说，那如果我们有了一个不错人脉圈，但是问题在于我经常无法和他们保持联系。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和自己的人脉圈保持联系。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频道的话呢，我是硅谷大舅，我是谷歌的一个产品经理。那这个频道呢，是向全球最顶尖的互联网人学习的这样一个频道。大家可以看到哈，我的频道里面有非常多的嘉宾，很多人也会问我说，你都是怎么找到这些嘉宾的？你是直接直接找他们 reach out 吗？我说不是的，这里面大部分的嘉宾其实都是我的朋友，所以很多人都知道我在硅谷认识很多人。那问题来了，我是怎么去拓展这个人脉圈呢？那这个问题我在曾经的一期节目里面讲过。那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主动的想去帮助别人。好的，那你的圈子如果很大以后，就比如说我现在微信大概有7、8千的联系人，LinkedIn 大概有7、8千的联系人等等。当你联系人非常多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如何能够很好的维持好自己的这个关系呢？以至于说两个人之间不是一种陌生的关系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这个话题。首先讲讲看为什么要这样做哈，因为大家知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属于那种你交往就会熟。你不交往呢，慢慢的这个人他就会淡了，哪怕你们俩关系特别好也是这样。大家可以想想看，以前自己的同学，什么小学同学、中学同学，你们要是一直来往，两个人关系就会越来越热乎。你们要是长期不来往，哪怕你们以前非常熟，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那种陌生的感觉出来。那这个是人之常情哈，这个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去 argue 的，我觉得这个很正常。那么重要就是说，怎么能够让这些人一直能够在你所处的这样的一个人脉圈里面呢？其实这里面主要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怎么能够很好的管理好你的这个人脉网络，就是当你能够找到他的时候，你想找到谁，你能找到这个人在哪儿是谁，因为特别是你的这个人际网络大了以后，你靠你脑子是记不住的。虽然说我本人确实有一定的天赋，就是我觉得我记人的背景特别有天赋，就谁谁谁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然后在哪儿工作，以及跟谁谁的好友，我确实记得一些。这个呢，我觉得我有一定的天赋，但是呢，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还是需要工具的。那哪里有这样的工具呢？首先我们讲工具，第二个呢，就讲当你有了工具之后，怎么和他们有这样一个联络。首先，工具的话其实也很简单，我用的两个工具，第一个在国外就是用 LinkedIn 领英，在国内就是用微信。所有我认识的人，我都寄希望于把他们加到我要么是领英上，要么是微信上。如果是国外的同学，比如说外国人，那么他们不用微信，那么就把他们加到领英上。国内同学，我就尽量都加到微信上。凡是我认识的、我交往过的人，我争取都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联系方式。这样以后想要找到别人的时候，你有一个。就有点像个通讯录一样，你能找得到人。比如说，如果你在国外的话，你新认识一个朋友，哪怕就是萍水相逢，聊上几句，最后都会说一句：“哎，要不要能不能加一下你的 LinkedIn 呀？”一般对方也不会拒绝，对吧？然后大家就联系上了。这种就是一种弱联系，一种弱连接吧。领英跟微信和其他所有的这个工具比起来，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它的信息非常的结构化，就是你可以知道这个人，比如他的名字、他的学校、他的工作，他曾经在一家公司做什么事情。等等之类的，那这个事情对你以后的查询非常有帮助。你以后比如说今天我想找一个，比如说以前在谷歌工作过，现在呢在 Facebook 工作的人，那我在 LinkedIn 上就可以搜说，我的一度好友里面past company 以前的公司等于谷歌，现在的公司等于 Facebook， 我就能找到这样的人，说原来我有这样的一个一度好友。你靠我脑子记，我有时候记不得，所以那通过领英就可以帮我找到这些人。而且呢，领英呢还有一些非常好的功能，能够让你跟人保持联系。这个又是今天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你要经常去跟人 engage， 就经常跟他说话。比如说我经常会上一下领英，我会看到比如说生日祝福，谁谁过生日了，那我就会发一个生日这个消息给他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很多时候这个时候一个 conversation 就开始起来，一个讨论就开始起来，然后就说你最近怎么样呀？好久没联系了呀，对吧？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领英还会有说，有人如果上了一个新闻，他有给你发个消息，比如说你的好友王二狗最近被 CNN 报道了，他的一个什么产品上市了，那你赶紧去领英上一点一下说，王二狗啊，恭喜你啊，你被报道了，你这个产品怎么样了呀？你就可以聊起来了。
还有比如说两个人认识了 N 年的纪念日，比如说我跟你连接了3年，那么他也会提醒你说，哎，你们俩认识3年了，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发一个问候给人家说，哎，3年前我们认识的，好久不见呀，你最近怎么样？这都是他让你去联系别人的一种方式。还有换工作的提醒，谁谁谁又换工作了，那你也可以在领英上说，哎，恭喜你换工作了呀，新的工作怎么样呀？你除了可以在他的换工作帖子下面说，哎，跟他留言之外，你还可以跟他发个消息。如果是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我会直接给人家发个微信，说，哎呀，你最近跳槽了，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哎，这又是一种联系的一种方式。还有呢，领英的这个社交的属性，就比如说，它可以发帖子，就有的人会说，哎，我最近发了一个什么东西，你可以转发，可以点赞，这是一种微联系。就哪怕是点个赞，别人也会知道你点赞的；你转发，别人知道你转发的。那这种一种微联系，哪怕这个人跟你很久不联系，他如果知道你一直在给你点赞，一直在给你这个转发，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大家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联系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去刷一下领英，就是看到这些新闻，比如说有谁过生日啊，有谁换工作啊，有谁发帖子了，然后就去点赞一下、留言一下、转发一下，跟别人就稍微的互动一下。这个基本不用花时间，只是就是说几句话，这样这种微小的连接，使得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至于断掉。那国内的话呢？国内领英呢，它这个渗透率还不是很高，所以最好的使用的呢还是微信，那还是一样，所有你认识的人尽量都把微信先加上。由于微信没有那么好的结构化数据，所以我的话在管理微信联系人的时候，我都会给他加上一些备注，比如说如果这个人是北大毕业的，我就说啊你北大毕业的呀，我就加上 PKU。然后如果我知道这个人是哪一级的，比如说我知道北大07级的，我说 PKU-07。那如果我知道这个人是计算机系的，就是 PKU-CS-07。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知道他的名字，也知道他的一些属性，把它放在你的这个微信名的备注上。那么这个的主要用处，第一个是可以提醒你现在遇到他的时候大概知道这是什么背景，但是特别重要的是，它可以让你进行一个搜索的功能。就比如说你每遇到一个人，你都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记录的话呢，那么时间长了，当想找人的时候，你就很好搜。比如说我就会拿出，比如说哪天我想说，我想找一下北大计算机系的校友，那我看微信上一搜。PKU-CS，我就因为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算是一个标签吧。那你也可以做你自己的，你可以不用我的这种方式。那我就会搜出来嘟一堆啊，这都是 PKU-CS，有我同学，也有比我高一届的，比我低一届的，反正都是北大计算机系的校友。那通过这种方式呢，把你自己的这个心目中的这种人际关系管理起来，你心里就知道哦，我大概认识这么多人在这个地方。还有呢，我自己常用的一种跟人保持联系的方式呢，就是刚才我不是讲了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或者是你给他写的备注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备注如果跟什么事情有关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信息转发过去。好比说，假设今天是北大的校庆，然后呢，在这个网上有这个北大的很多很漂亮的图片出来，那我看到这个帖子之后呢，我就会想把这个帖子转发给北大的校友来看。那我怎么做呢？我点帖子，我点转发，然后我就点搜索 PKU， 我就知道哦，这堆人都是 PKU 的人。你想转发给谁呢？你就点一下它，或者是 multiple select， 你可以同时转发给好多人，很多时候还可以转发给群里。如果你有一个群，这个群都是北大校友，你可以转过去。因为什么？你转的东西跟他本人的属性是相关的。那这种情况下呢，你这个联系的保持呢就变常有效。就比如说我是北大校友，那如果有人转给我一个北大的帖子，我肯定很乐意去看。那我是华科的校友，有人转过一个华科的帖子，我也很愿意看，对吧？那如果华科我就会写 HUST。那假如今天是比如说华科换了新校长啦，一个新闻出来，我就会转发给华科的校友，我就搜 HUST， 对吧？如果说是华科计算机系的一个谁谁谁啊，哪个校友最近非常厉害，然后他这个公司上市了，对吧？讲了他的故事，那我就搜 HUST-CS， 因为这个都是当时我加人的时候我在上面写过的备注，然后就嘟嘟嘟一堆 HUST-CS 的人出来，我就会发给他们，或者发给这些我群里面，就是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华科的校友群啊什么之类的。那通过这种方法，你就把一些跟人有关系的帖子和信息转发给拥有那些属性的人，就通过这种方式跟人保持这样的一种互动。那这种就是非常 targeted 的一种联络方式。这个方式对了，在 LinkedIn 上也可以，但 LinkedIn 呢，我觉得总体来说不像微信有这么好的一个氛围，大家可以转发帖子。我觉得 LinkedIn 总体来说，转发消息，特别转发到别人的信箱里的这个氛围不是很强。LinkedIn 更多的可能你可以是转发一个帖子到你自己的 feed 上，然后你去 at 一个人，说，哎，你来看看这个帖子。那这种情况呢，也是可以的。接下来再讲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级一点的做法，就是我刚刚讲了一种就是比较简单的，就你没事就上一下领英，
然后呢转发帖子，然后跟人说一声什么生日快乐呀，这个恭喜别人升职啊，然后在微信上呢就是记得被每一个人打上一些就是你认识他的这样的一些备注，这样的话方便结构化的搜索，而且还可以把好的帖子跟他相关的属性转发给他，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做成一种微连接吧，一种微联系吧。那么我觉得更厉害的、更好的做法呢，就是自己组一个小社区，就是用现在一个非常俗的说法叫做群主。你看，我就特别喜欢做群主，就是做群主是特别好的和人保持联系的方法。就比如说，你今天跟这个人可能见了一面，然后你可能很久很久都跟他没有联系，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群组跟他有关系，你把他拉到这个群组里面来，那么你跟他就产生了微联系，你不用跟他说话，只要你在这群组里活跃的话，他其实上是看得到你的，看得到你在干什么的，所以你们俩之间还是有一些微小的联系。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建了一个增长的群组，就是所有做这个产品和市场增长的这样的一些人，那我都把他拉到这个群组里面来。很多人可能我也就只聊过一两次，也不是特别熟，但是呢，自从我把他们拉进来之后，由于大家在这群组里面不断的讨论增长的话题，我自己也做很多的分享，使得大家就逐渐熟络起来，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 topic， 大家可以这样一个讨论，所以呢，所以我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群组，我有做这个增长的群组，我有做媒体的群组，我有做这个自媒体博主的群组啊，那个群组很大呀，那个群现在有100多个人了，就大家都是各种各样的自媒体，比如说有 YouTube， 有 B 站，有微信公众号，有小红书，有什么视频号什么的。那很多人可能你如果不是因为这种群组的关系，他就躺在你的微信里面，躺在你的 LinkedIn 里面，就不会有互动。但是呢，因为你组建这个群组，大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关系，那逐渐大家的关系就熟络起来。这种情况呢，至少我自己看的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那你在线上可以做微信群组，在线下，特别是在这个没有疫情的时候，你可以做线下的这个活动的组织人，这样把一些不同背景的人呢拉到一起来参加活动。这样的话，你跟他们也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微联系的一个关系。好，我稍微总结一下今天就讲的两件事，就是当你认识了很多人的时候，你要跟他们一直保持联系呢，确实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那么2个技巧，第一个技巧就是你得有一个你自己的人际网络的数据库。那这个数据库呢，我在美国用 LinkedIn， 在中国就是微信，在微信上加备注的这样的形式，通过这种微信备注还有领英这2面，一个是针对国外，一个针对国内，那么你就把你所有的人际关系管理起来，你有一个数据库可以去查询，而且呢，你有好的信息可以通过比较针对性的这种备注去发给对方本人或者发到一个群里。那么在领英上，你也可以经常跟人，比如说祝生日快乐呀，去点赞啊、分享啊这种方式来跟人保持一个互动。所以呢，如果你想跟我们频道保持互动，请记得跟我们点赞、评论和分享。我们的频道非常需要你们的一个支持，这样的话，你们的支持就可以让推荐系统把我们频道推荐给更多的人。第二个呢，就是尽量把自己作为一个群组的一个组织者。当你组织一个群组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你就可以把一些不常联系的人，最终可以保留在一个圈子里面，这样你们的弱连接的这种联系呢就增加了。所以说这也是我非常的推荐的一种方式。那我是无数个群的群主，那我觉得你要有兴趣，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好，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个地方，老三样：转、评、赞、订阅加怎么样呀？小铃铛。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呀？我们的读者群，大家看到我们屏幕上的这个显二的微信，你可以加他为好友，让他加你进我们的读者群。我们的读者群呢，里面有非常多的分享，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跟读者进行这样的一个互动。你看我刚才不是说我们做群主啊，对吧？可以跟人保持互动，你看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例。那么我今天讲了一些我怎么样跟人保持关系和互动的方法，你呢？你有没有什么方式，一个非常好的能够跟你的人脉网络保持这个联系，而不至于使得自己生疏的这种做法呢？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分享给其他的这个小伙伴们。好的，如果你今天学到了什么呢，也请在评论区做一个笔记。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